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7月29日星期二，佛历9月上初四。万象小雨，25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3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1基普，涨幅 0.05%。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0.0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51基普，跌幅 0.23%。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6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跌幅 0.1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65.08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5.95 点，涨幅 0.41%。开盘 1459.13 点，最高 1467.04 点，最低 1457.91 点。成交量72万4200股，成交金额1亿9072万6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55基普，交易量67万70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萨万尼。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55基普，交易额1亿171万3000基普，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萨万尼。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83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11万基普，跌幅 0.31%。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7月2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76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32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72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庆祝东盟成立58周年暨老挝加入东盟28周年。7月28日，外交部长通沙万峰威汉主持仪式，庆祝东盟成立58周年及老挝加入东盟28周年。部长强调东盟58年来的成就，特别是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的作用，并提到东帝汶即将成为东盟正式成员。他赞扬老挝自1997年加入以来对东盟的积极贡献，包括成功担任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提升了国际地位，并表示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部长感谢了国内外各方对老挝在东盟事务中，尤其是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支持。仪式最后在老挝国歌或东盟盟歌的演奏声中，老挝国旗与东盟旗帜共同升起。2. 灾害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评估灾情及部署援助。中央灾害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评估台风维帕造成的灾情并讨论紧急恢复援助措施。会议由副总理詹萨蒙占亚拉主持。初步报告显示，此次台风影响了34个县262个村庄，导致近 1.5 万户家庭受灾，2249栋房屋受损，其中183栋完全损毁，造成4人死亡，4人失踪，6人受伤，并对农田、基础设施等造成广泛破坏。目前，详细灾情数据仍在收集，各省正积极开展紧急救援工作，设立指挥中心，协调各方力量，并已向受灾地区提供了初步资金和物资援助。同时，救援队伍正致力于营救被困人员，修复受损道路。受灾省份已请求更多预算、物资和设备，以支持紧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帮助民众恢复正常生活。3. 性别角色与平等培训师培训圆满结束。上周末，老挝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万荣举办了性别角色与平等培训师培训班，旨在提升媒体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能力。培训由国际关怀组织老挝分部主导，参训人员包括项目员工、记者和媒体代表。培训重点是增进对性别平等的理解及培训工具的运用，目标是培养能够在绿色新闻、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及公民记者培训中运用并开发性别平等工具的培训师，并能评估培训效果。合格学员将获得证书。
并将在月底的后续培训中担任讲师。4. 丰米赛县1个月内第2次遭受洪灾。沙耶武里省丰米赛县于7月27日至28日再次遭受洪灾，这是该县在1个月内第2次受灾。持续数小时的强降雨导致居民房屋、农田、鱼塘和牲畜等被淹，多个村庄的许多家庭因此受到影响。目前受灾情况的详细评估尚未完成。相关负责人表示，待洪水退去后，县级灾害管理委员会将与相关部门合作，收集数据并及时上报。5. 老挝藤球队在世锦赛中斩获铜牌。在2025年7月22日至27日于泰国举行的第38届太皇杯世界藤球锦标赛中，老挝藤球队表现出色，在男女混合4人组和花式藤球项目中均获得铜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8个国家的500余名运动员，设有9个比赛项目，分为超级联赛和甲级联赛2个级别。老挝队作为超级联赛的参赛队伍，在男子单人、女子单人、男子4人、女子团体、男女混合4人、男子花式藤球和女子花式藤球等项目中均参与了角逐。6. 色贡省加强商品价格监测与管理。7月28日，色贡省工贸厅副厅长维拉康班塔维率队在色贡省中心生鲜市场对售价格管制及民生商品进行监督检查。此举旨在依照通知和工作计划，防止商家随意抬价，缓解商品短缺，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他表示，对违规行为将先教育警告，若不改正则依据相关法令进行罚款。7. 泰柬两国在马来西亚达成无条件停火协议。7月28日，泰国代理总理普坦维查亚猜率领代表团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及其代表团在马来西亚举行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及区域和平方向。此次会晤是应马来西亚总理兼东盟轮值主席国安阿尔易卜拉欣的邀请进行的，会谈地点设在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根据7月28日的直播报道，柬埔寨和泰国已同意从午夜12点起无条件停火，并将在7月29日进行进一步谈判。8. 老挝国内多条公路因洪水和泥石流而中断。7月27日，老挝境内持续强降雨导致山洪和泥石流，多条道路受损。国道8号公路普帕曼段因泥石流交通中断，国道1D公路普拉克潘段有泥石流但仍可通行。丰米塞至塔姆赫布之间的省道完全中断。截至28日上午，国道8A 公路普帕曼段已抢通但通行不便。国道8A 公路关站至邦巴陶段因积水中断，导致从北善县到坎格特县的交通被切断，仅坎格特县到甘蒙省纳凯县可通行。万通县城也大面积被淹，当局正紧急救援。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